台币汇率2025年5月2日突然暴涨，一天就飙了 3.07%， 收在 31.06 元，创下198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抹平了过去2年的贬幅。这波升值的浪潮，大家都在猜，这是外资看好台湾，还是背后隐藏着什么阴谋？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揭开台币升值的真相，还要回顾日本当年失落30年的惨痛教训，看看台湾会不会重蹈覆辙。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好，市场上很多人都认为这波台币升值很大可能是外资看好台股的经济成长，所以大举的汇入台股。我觉得根本是胡扯。过去台股从来没有当天涨幅超过 2.6%， 汇率可以一天升幅超过 3% 的案例根本就是没有的。就连4月10日当天股市涨幅 9.25%， 期货直奔涨停，台币的升幅也没那么夸张。其实台币的一天的升幅跌幅就平均落在 0.0几%啊，更不要说这是超过 3%， 这已经超过这个误差值非常之多了。所以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单纯的外汇想要买进台股是主要的原因，即使有，我认为也不可能让这个升幅可以来到这么样的大。好啦，那市场就传出有海湖庄园的协议的种种阴谋，导致影响台币能够大幅的升值，这难道就是这次升值的主因吗？台湾央行总裁罕见的跳出来回应说，海湖庄园协议根本显与事实不符。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只说不服，没说那事实是啥？这官腔打得有够漂亮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秘密在呢？虽然这次升值不一定是海湖庄园协议造成的结果，但你说巧不巧？台湾政府团队刚在美东时间5月1日结束在华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讨论对等关税等议题，结果5月1日台湾时间，也就是刚好5月2日的开始，5月2日台币的升值速度就开始加速，而且当天就升值了 3.07%。这难道是巧合，还是说谈判背后其实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压力在呢？好，所以我们现在谈谈海湖庄园协议是什么。其实海湖庄园协议是以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为命名的。其实它概念是借用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场协议是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以及德国5大工业国家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和签署的，旨在联合国要来一起干预外汇的市场。当时各国协助让美元贬值，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海湖庄园的协议的想法其实是源自于获得川普提名主持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米伦。米伦在2024年11月他提出的政策报告中他就提出了改革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路线图。他强调要消除美元长期被高估所导致的经济失衡的问题。米伦在报告中有提到，川普认为关税能在谈判中创造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促进协议达成。可以想象，在一连串的惩罚性关税后，欧洲与中国等贸易伙伴可能会更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货币协议，以换取关税的减免。所以米伦那个时候就指出，一项与主要经济体达成的货币协议可能包括让合作国家出售美元资产并将短期美国国债换成100年债券等等的方式。一般来说，美国公债会在投资人持有期间支付利息然而这个100年期的债券并不支付利息而是在50年或100年后到期时以增值的方式来去偿还那米伦那个时候就表示，这么做可以帮助美国为其遍布全球的军事行动筹措庞大的一个经费。所以其实海湖庄园其实就像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协议看起来其实它只是一个想法，那真实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协议，其实大家都是你传我，我传你，到底什么样是真的，大家都还不是很确定。那为什么市场一直有这些谣传呢？我想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那我们当然就要回顾历史，穿越过去，在1980年代的日本，看看他们怎么被广场协议搞得从天堂摔到地狱，进入到失落的30年。那个时候，日本其实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
汽车、电子产品席卷世界啊，东京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贵的城市啊。在那个黄金时代啊，其实日本涌现出了一批在全球市场上最具有领先地位的知名企业啊，像是 Toyota 啊、Honda 啊、Nissan 啊、Mitsubishi 啊、Sony 啊、Panasonic、Sharp 等品牌。你只要看得到那些先进的科技产品，大部分都是 Made in Japan。好，所以他们不仅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有领导的定位了，他们更在美国的帮助下，在国际市场上大展强大的竞争力。这些品牌以高品质、耐药性和创新设计著名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那1985年的时候美国就看日本赚的太多了那贸易逆差高达500亿美元所以他就拉着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在纽约的广场签订了广场协定。这个协议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逼日元去升值，来让美元贬值，帮助美国缩小了贸易逆差，也借此来拯救美国的经济。所以他们联手在外汇市场卖美元、买日元。结果日元2年内从238兑1美元飙到165兑换1美元，币值直接升了50%。那你说日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其实是受惠于美国老大哥的帮忙，不然日本其实是第2次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能够经济那么快复苏？那其实美国为什么要帮日本进行经济复苏呢？其实他们就很怕日本变成像苏联一样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扶植日本，顺便把日本的整个社会做一个改革，希望他们变成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经济更开放、更自由的一个社会。所以他就进行一连串的改革。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但也没有想到日本的经济能够飙速飙这么快。那所以老大哥帮你把经济扶持起来，那现在老大哥要你币值升值来救救他们的经济，日本当然也是乖乖听话啦。而且美国毕竟是日本最大的出口的国家，如果美国经济不好，那日本的经济也不会多好，所以当然日本当然得来签这个协议结果呢，签完这个协议日本其实因为币值升值了50%瞬间产品的竞争力就丧失了，所以他们出口就开始瞬间崩盘，汽车和家电的订单一瞬间都没有了，经济成长又从5.2% 掉到2.8%。那这时候日本当然也急央行就赶快想说经济不行了，不能让币值一直在升这升的幅度太夸张所以呢，他连忙把利率从5% 直接砍到2.5%。那利率变得这种便宜了，钱其实就变得很好借出所以钱就像洪水一样开始流进房市股市吹起了超大泡沫。那时候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钱是这么好赚你只要有钱，你就赶快去贷款，贷款要干嘛呢？就是去买股票，去买房子因为股票、房子没过多久，1个礼拜或2个礼拜，它就开始涨了，涨幅就10%、20%没有想到钱这么好赚你只要像射飞镖一样随便买一档股票隔没几天你就赚到钱了，赚好几10%。所以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大家就一起来射飞镖，反正射的越多，你赚的越多。管他是买到哪个股票，反正不管你买到股票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那时候的泡沫有大到多夸张东京地价那时候其实贵到能够买下整个加州日本人出国跟买名牌的根本就像买菜一样，甚至出手买下美国的好几栋豪宅称自己是世界之王都不为过。那日经指数那个时候更是从12000点直接冲到了38957点，你就知道有多夸张。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日本央行看泡沫实在大到太夸张了，然后开始紧张了连忙把利率紧急快速的拉到了6%放贷也开始变得没有这么容易，那房贷的放款也开始缩紧。结果没有想到，就像戳破气球一样，资金一缩取，啪一下就破了，房价快速跌了70%，股市跌到7862点损失了将近80%，一大堆企业就瞬间大幅度的破产，银行被100万亿日元的坏账就整个拖垮了，甚至有证券业也倒闭，这就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失落的30年。即使日本在过去一段时间长期实施的负利率政策持续的印钞票，也很难让日本能够挽回经济的颓势，因为经济通缩比经济通膨更难救。那么难道就单单因为广场协议就让日本经历了失落的30年吗？我认为这虽然是其中的起因，但也不尽然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其实日本大可以避免失落30年的事件发生，因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央行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降息降得过于猛烈，导致借款太过泛滥，
借钱越容易，越容易造成大家贷款的一个泛滥程度，而衍生了资产的泡沫。而后在资产泡沫时啊，央行去杠杆的速度又太过迟钝、太过缓慢，泡泡都已经形成了，你不赶快来去把资金缩紧，不赶快升息，就会让这个泡沫已经演变成超级巨型的泡沫，不把它刺破又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央行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就是太晚去实施利率的决策。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日本的科技啊，那时候太过自负了，他们开始不再创新。你可以看到 Sony 过去很知名的品牌，你会发现它现在制作的产品几乎都只是复制人家已经成功的产品，然后去改成他们的品牌，他们已经失去了过去创新的年代，最终才导致了日本经历了失落的30年。而回到现在，台湾可是海岛型国家，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成长动能都仰赖出口产业。台湾升值对我们来说，其实算是一把双刃剑。出口会变得竞争力不足，但如果你的产业呢是要进口昂贵的材料或者是设备时，其实却相对能得到一定的好处。虽然台币升值看起来像是关税造成的结果，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出口产业其实会因为升值受到非常大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特别针对那些毛利率非常低的产业，本来毛利率就不高了，那又要面对各个国家的竞争力去做比较，那要赚钱就会变得很难，所以他们的影响可能会很深。不过相对于一些比较高端的产业，像是 AI 像是 AI 伺服器以及像是医药股，团长认为受到的影响可能就相对较小。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正在跟中国去比拼，看谁是世界第一。那如果创新力就像是现在能够转变思维的这个 AI 科技产品，如果被中国给比下，美国很可能就失去了霸主的地位。而台湾其实在美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台湾很大一部分就是乖乖的帮美国做代工这个产业。美国他们喜欢去搞想法，然后喜欢去搞品牌贩卖，做这些高毛利的产品。那这种代工，这种他们传统认为这种低毛利的产品，他们就不想要自己来做，但台湾肯，所以台湾台积电就是 AI 的重要推手，这些你们不想做的，我们来做。所以既然台湾是很重要的产业如果台湾的 AI 产业受到阻碍，那其实相对的，美国的 AI 发展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限制。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块如果他们绑得太紧，其实对于美国的发展本身也是不利的。而医药则是因为美国本身其实药价就是特别的贵美国是民主的社会，选民的声音其实很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出现很大的反弹的浪潮，很多人都在抗议川普乱搞关税政策他的支持度已经大幅度的下滑那如果这个时候药价还去飙升，其实对美国期中选举来讲绝对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现在已经看到川普的民调已经持续往下滑，甚至有一些的民意代表已经倒戈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医药这一块，如果他们还要再积极的增加关税，会对他们的选民会无法交代。所以我觉得其实在 AI 和医疗这两块我认为关税抗压的能力其实是相对强的，是我们可以压住的机会。所以来谈谈结论到底升值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你认为台币升值肯定会让台湾股票大幅度上升，那你就要看央行到底会不会像日本那个时候那样，因为出口不行，所以忽然开始快速的降息而刺激经济，而导致后来的快速的泡沫，就像日本当时一样呢？还是央行其实没有什么动作？那如果央行没有什么动作，就不会像日本那时候情况股市房市炒泡沫炒得这么快这么大。而你这时候要投资呢，其实还是建议投资人去多关心那些不会因为美国关税而大幅影响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像是 AI 这块领域这块领域是我认为这种高毛利率产业这种比较高端产品的企业其实只要两边互相能够稍微 cover 一下关税受到影响，基本上是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反倒是一些低毛利率的产品其实受影响的程度很大。如果升值，其实他们对于出口美国或者是出口其他国家，其实对于他们的竞争力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如果你现在已经是满手的美元其实我觉得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毕竟这样的升值条件不会要我们无止境的升息不会像日本那时候那么夸张，来到50%因为我们现在美国跟台湾谈的条件其实就是32%的关税那扣掉10% 的
基本关税，就是我们还要再加22% 的关税，那基本上就绝对不可能升值超过22%。我们基本上一定还会加入其他的条件来去跟美国做谈判。那升值也许可能是来到10%，大概就会是一个极大值，最多可能到15%。那剩下的例如7% 到12%，可能会是用其他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买美国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什么样相关性的政策来去让美国不要增加这么多关税。那应该不会全部都是要求台币去升值。不过我们可以来看哦，虽然台币升值，可是日本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他们却没有很快速的升值，韩元也有升值，虽然是幅度没有像台湾这么大，但是日元反而倒没有升值。那很大的原因就是日本已经经历过上一次的教训了，所以他们对于汇率的政策，他们其实非常敏感，他们非常的谨慎，他们不敢跟美国谈汇率的变动。因为他们很担心会像上次一样，他们好不容易要脱离了失落30年，你又要他再度经历那失落30年，他们肯定就不肯。所以我认为日本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去谈判，所以现在其实是越快谈判，其实会输的越多，因为你急我们在谈判其实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一急那你基本上你就是会失去的越多。你不知道人家到底想要你变成什么样的情况，那你如果开出太多对于他们国家有利的条件，然后答应了一堆，那基本上国家就影响可能将来会很大。那如果你现在满手美元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过担心除非你将来不再投资美国的相关的股票或债券否则其实你可以分批换汇来降低可能风险就像过去日元低很低，你也不会想说一次把它换光嘛，就一直分批换嘛，那总会换到最低点嘛，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急着去换汇。那你甚至可以做一些多元的布局来去分散风险，例如你用美元的资产可以布局黄金相关的 ETF， 也是一种可以实施的避险方式。那总结来说，其实这次台币升值绝对不是单纯的外资进来台湾买股票这种单纯的行为其实背后牵扯到很多的问题包含美国的关税谈判甚至更大的经济政策。那台湾现在的处境其实跟当年的日本其实相似度非常的高那只是日本已经接受过教训了，但是台湾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谈判的经验在这么多年大概几十年都没有跟国外谈判的一个经验那突然要跟人家谈判，我觉得根本就像是白老鼠一样，没有受过训练的白老鼠去谈判基本上我认为谈判的结果可能不会那么的乐观但没有办法，这就是目前现在的处境。我们投资者就是要紧盯央行的政策，如果央行真的快速降息，说不定我们当然可以搭一股顺风车，当然可能股市房市可以瞬间会有快速的上涨，但是如果央行没有这么快速的降息，可能就不会这么快的升值，那就要看一下大家一起升值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毕竟川普这一次是全面的关税，过去日本他们是特别针对日本跟德国，尤其是日本来去让日本大幅度的升值，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升值，所以大家条件其实都一样，大家都被课基本的关税，基本的10%。究竟谁升值升的越多，就是你出口的竞争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弱，升越多的国家出口力变差，那你要怎么样来去确保你的产业在国际上还是有竞争力？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的科技能不能持续的进步。像我们台积电，你的技术能不能持续领先其他国家的晶片厂商，这才是最重要的主因。像日本当时就是因为他们的核心技术也开始不行了，出口本身就没有竞争力，你也只有空有品牌，但是你本身品牌的东西都没有创新能力，你自然会走向落寞。好，那所以关键的还是台湾的科技要能够再做持续的创新、持续的研发，这才是能够让台湾的公司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能有立足之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好，以上就是团长对于这次升息的一个见解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或想法，都欢迎在留言底下理性的讨论我是巨股团长，教你用 AI 投资赚大钱。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